这一期视频有两个主角，一个或许近期会发币，之前视频提到过多次的 Stexstorm 有概率上线币安，在最后一个阶段，项目方推出了新的活动，值不值得参与？怎么参与？另外一个是 DeFi OG 们都很期待的公链 Berachain， 主网上线之前，这个项目方也推出了个联合的存款活动。如果你对 Stexstorm 或者 Berachain 两个明星级别的项目感兴趣的话，那么这期视频一定对你有所帮助。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 Top Chain 的节目，我是 CH。Stexstorm 这个项目大家应该都接触过，简单理解，这是一个一站式的收益平台，你可以把你的以太币交给他，他会拿去赚取以太坊的 POS 奖励，还有 Eigenlayer 收益的一个 LRT 项目。他家的特殊之处在于，包装以太币 Stone 是一个全链的资产，可以在不同公链之间很随意的进行跨链。之前他们也推出过一个积分活动，叫做 Omnichain Carnival， 分发总量代币的65%。这段时间，他们也还和 Manta 还有 Scroll 这些公链级别的项目联合举办了一些空投的活动。Scroll 的质押回报不太好，但是 Manta 当时候的质押收益，如果大家有参与的话，应该都还不错。如果你们之前拿过这两条公链的空投之后 ，Stexstorm 发币的时候，记得回来看一下，因为你们之前也参与过，也会有一些积分可以换到一些 Stexstorm 的空投代币。我们先夸奖，然后再批评哈。首先呢 ，Stexstorm 这个项目很明显背后有一些资本有关系。从他们的合作方数量就可以看得出，先后和 Scroll、Manta 以及一系列的比特币生态合作，并且要求这些公链给他们自家的用户相应的好处，从而帮助了自己的 TVL 增长。这个项目之前公布了一轮的融资情况 ，Polychain 领投 ，Binance Lab 跟投，之前融了2200万美金。据我听到的一些风声，该项目在努力的争取能不能之后上线币安交易所，所以他们当下应该很努力，想要把 TVL 等各种数据做得更加漂亮。个人觉得有可能可以上，但是不一定。至少这个项目它和币安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有一定的上币安预期。与此同时，这个项目也有一些没有那么令人讨喜的地方。他家为了要吸引各种 TVL， 要打造自己全链 LRT 项目的这个定位。疯狂跟不同的项目公链进行合作，比如刚刚提到的 Scroll、Manta、比特币的梅林，然后积分活动的规则也不断推陈出新，有一些单独的活动会给额外的奖金池。经历了那么多的积分项目洗礼之后，可能市场会有一丢丢的反感，积分太复杂了。为什么大家之前很喜欢 User Money 另外一个上线币安的项目？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家的积分规则很简单，一开始就明确表态了，只办一个活动，并且明确的说出了活动结束的时间，不会有特别多的活动陆陆续续在后面推出。但是可能这只是一些不同项目之间的策略考量。很明显 Stexstorm 的这一套打法也有不错的收益，它可以去和不同的公链进行合作，吸引不同公链的关注者存款在他们家的平台，助力他们家的 TVL 增长。我们这期视频主要就想来聊一下他们最近和 Berachain 的一个合作，推出了一个存款活动。如果你们手上有比特币、以太币的话，想要找一个相对安全的平台存款，去博取一些的收益，那我觉得目前市场的选项不太多 ，Stexstorm 是其中一个。之所以我认为它相对的安全，第一点是因为过去一段时间没有爆出什么治安问题，第二点是 Binance Lab 和他们走得比较近，至少团队肯定不敢恶意的去作恶，但是黑天鹅事件肯定还是有的，只能说风险在目前的存款平台当中，该项目算是相对小的。有关注 Top Chain 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我们本身很关注 Berachain 上线之后会出什么新花样，但是现在参与 Berachain 的方法很有限，可以去测试网交互，也可以去买他们很昂贵的 NFT， 或者去买生态项目的一些 NFT。除了这些方法之外 ，Berachain最近其实推出了一个叫做 Boycott 的活动。众所周知 ，Berachain 采用的代币经济是 POL（Proof of Liquidity）， 要获得公链的代币，需要去给公链去提供流动性。而 Boycott 呢，就是 Berachain 上的流动性平台。在这个平台上面，你去提供流动性，就可以赚取 POL 的奖励。虽然目前 Berachain 还没有正式的启动，但是 Boycott 的预存款活动已经开始了。他们筛选了一批的项目，有资格可以成为 Boycott 的合作伙伴，比如说大家都听过的 EtherFi、Stexstorm、Edina 等等的用户，可以通过这些项目往 Boycott 去存款，预存款。到时候呢，会第一时间拿去参与 Berachain 的 POL 奖励活动，不到1个月的时间哈，这个 Boycott 的活动已经收获了13亿美金的流动性，
也就是说呢，Bera Chain 主网一开启之后，就至少会有13亿美金的资金流入这条公链，这个数据会拉高 Bera Chain 以及生态项目的一系列估值，这也是公链项目方推出这个预存款活动的背后真正的目的。否则主网其实还没有上线，你去预存款没有太多的意义。这个预存款本质上就是服务于项目方的一个活动。基于这是一个 Bera Chain 官方所倡导的活动，有一种猜测是认为 Bera Chain 有可能之后会给 Boycott 的质押者提供回溯性的空投，因为 Bera Chain 本身的公链性质注定它要去善待 LP 流动性提供者。但目前我查了一些网上的资料，还没有真凭实据能够断定 Bera Chain 一定会给空投，但是 Boycott 的活动的这些合作伙伴都拿出了一点的诚意，吸引用户往他们家的平台存款，来进入到 Bera Chain， 成为这一个途径，他们想吃下这一个市场份额。Edina、ETHFi 这两个我们都很熟悉的项目也可以存款进去，只不过这两个项目已经发币了，存款的话可以拿到 ENA 还有 ETHFi 的一些积分，之后可以拿到多一点下一季度的空投奖励。但目前因为基于这两个项目已经发币了，所以想象空间没有那么大。当然还有一些优劣对比，我待会也会说。其他的项目呢，有一些我不太了解，有一些我个人有一点偏见，所以这期视频呢，我主要会去跟各位讲解一下 Stake Stone 的活动，然后顺便跟各位来说一下它和其他家的参与途径有什么比较细致的不同。大家可以把你们的以太币或者包装的以太币，比如 Stone 或者 WETH 存进去，你可以拿到这个叫 Bera Stone 的代币，也就是一个证明你存款参与 Bera Chain 活动的一个代币凭证。如果你不想要在以太坊主网上面质押，你点击这个按钮，你会跳转到这个界面，从其他的 Layer 2、其他的公链，你也可以存款进去，但是最终你的这个 Bera Stone 的代币会是在以太坊主网。另外啊，前2天的时候 Stake Stone 也开放了比特币的存款池子，你甚至可以把你的包装比特币这3种都可以把它存进去，你也会拿到一个叫做 Bera SBTC 的包装比特币。拿到代币之后呢，你可以选择去到 Uniswap 或者去到 Morpho 当中进行一些 DeFi 操作，提高你的积分数量。比特币和以太币都可以在 Uniswap 上面操作，你可以去提供流动性，但是一定要在正负 0.1% 的价格区间，你才可以获得积分加成。以太币呢是5倍，比特币是3倍的积分加成。也就是说呢，你需要来到 Uniswap 的界面，把你的以太币还有 Bera Stone 代币设定一个合适的区间，就是正负 1% 的区间，然后去提供流动性。如果大家不太懂的话，可以来到 TalkChain 的 Discord 群组当中进行交流，我这里就不演示给各位看了。另外 Stake Stone 还有另外一个特别好的地方是，他们和 Morpho 这段时间强势崛起的借贷协议达成了合作关系，可以用 Bera Stone 的代币作为抵押品去借贷出以太币，这个就好玩了哈。如果你今天想要去参加 Stake Stone 的活动，但你觉得收益可能不太多，为什么我说收益不太多？待会我再细聊。那你今天不想因为这个小小的收益去占据你的资金利用率，你想要去干其他的事情，你可以把你的 Bera Stone 代币拿到 Morpho 当中去借贷出以太币，再拿你的以太币去其他地方进行挖矿，或者去玩一些 AI Agent 的山寨币。这个借贷协议的操作可以让你呢获得2倍的积分，并且解放你的资金，让你可以去玩其他东西，你的资金不需要被锁着。目前的借贷利息呢大概是8%左右，还是挺划算的。只要之后这个质押活动的年化收益率大于8%，那我们这个操作就是白嫖一些代币，毕竟我们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损失嘛。大部分的资金我都借贷出来去玩其他的活动了。如果你超级的 FOMO， 你甚至可以用 Morpho 这个平台去杠杆借贷，去提高你的分数循环贷，但我觉得可能意义不太大。如果你今天真的想要获得更多分数，可能直接去 Uniswap 当中提供流动性，你本身就可以获得更高比例的积分加成了。所以我觉得 Morpho 这个策略工具对我而言更大的意义是在于可以拿来解放我的资金，让我不至于因为参加了一个空投活动、质押活动就锁定住我所有的本金，让我不能去玩其他的产品。好，接下来呢，我们就大概得来去估算这种活动的大概收益有多少。市场上我看见有很多人很 FOMO 嘛，然后也往这个池子存入了3亿美金，目前整个 Boycott 当中也存入13亿美金，整个市场很 FOMO。这个活动我先下个结论，我个人觉得它肯定不能像我们之前参加 Ujo、Edina、Manta 之类的这些
质押存款活动获得那么高的收益。官方表示的收益可以分成几个类别。第一个类别呢是 Stake 拿出1%左右的平台代币来做奖励，这其实并不太多哈。假设这个 Stake 这个项目估值是10亿美金。1%的代币也就大概价值1000万美金的代币奖励，平分给3到4个亿美金的资金池，每个用户只能够拿到1点的空投，但聊胜于无。另外一个收益呢是 Bera 券的生态奖励，这些相对不透明，他们都没有去显示。Boyco 这个平台可能会发币，可能会空投给现在的参与者，或者 Bera 券它可能会进行一些回溯性的空投，但这些呢都是比较不确定的。虽然现在大部分的 Boyco 的合作平台，比如 Stake 或者 Idina 或者 ETHFi 这些项目等等，他们都说存款进去，你可以拿到 Bera 券某一些生态项目的空投，因为你存入他们家的金库之后，他们会拿这笔资金去交互这些生态项目，所以自然而然你可以顺便撸到某些生态项目的一些空投。我个人觉得可能更多是一个话术，因为现在是在一个预存款的状态嘛，可能等到 Boyco 这个平台的流动性机制正式启动之后，这些金库可以把资金拿去交互这些 Bera 券的生态项目，我们才能够去获得生态项目的一些积分奖励或者空投。而现在很多的项目方，他在这里列出了，存入这个平台可以拿到这么多的不同生态项目的积分加成。我觉得可能更多是一个噱头，就是数量多不等同于你拿到的绝对金额会更加多。所以我的理解是，现在存款在 Stake、Idina、Ujel 或者 ETHFi 这些平台当中参与 Bera 券，可能可以拿到的收益，目前我觉得应该只有2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这些平台给的奖励，比如 Idina、比如 ETHFi、比如 Stake， 把自己的平台代币分发给用户。另外一个部分呢，可以期待的是 Bera 券有没有可能会给一些回溯性的空投。还有一点很重要，但是我发现到很多用户忽略了，所以我一定要重点强调。现在的 Boyco 呢是预存款，之后才会正式启动。启动之后呢，这些平台会把用户的资金第一时间存进去 Bera 券当中，资金到时候会锁定90天的时间。无论我们选择 Boyco 的哪一个合作伙伴都好，这个 Idina、ETHFi 或者 Stake 都好，他们的策略都大差不差，都会在主网上线之后锁定90天来最大化收益。相比起其他平台这些 Boyco 的合作伙伴， Stake 呢有一个很明显的好处，你存入以太币之后呢，你会拿到这个叫Bera Stone 的代币，你存入比特币会拿到 Bera SBTC 的代币，这2个代币都可以在2级市场当中进行交易。所以如果你后悔了想要离开，也可以很轻松的在2级市场换成以太币或者比特币离开，不需要被强制锁定到 Bera 券主网上线后的90天。首先，我们不知道 Bera 券什么时候上线，还没有公布，并且主网上线之后还要锁定90天，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目前以太币的流动性池子很深，有2.5亿美金的池子深度，但是比特币的池子可能是因为刚刚才建立，所以池子很浅。现阶段，如果你想要有后悔药可以吃，随时离开的话，那么首选用以太币来参与会更加的安全。如果你通过其他的一些平台去参与，那有些平台它没有推出途径，或者他们还没有把2级市场的池子给建立起来，你就会比较痛苦。如果你中途想要资金周转，就会很麻烦，你的资金就会因为这一项决策让你锁在某一个地方很久很久。总结我这期视频想要表达的事情是什么呢？ Bera 券最近搞了一个叫做 Boyco 的活动，很多知名的项目是合作伙伴，它让用户可以选择这些平台去进行预存款。主网开启之后，这笔资金可以拿去赚取 Bera 券的 POL 奖励、流动性挖矿的收益。现在主网还没有开始之前呢，各个 Boyco 的合作伙伴为了吸引锁仓量，都拿出一些平台代币来做奖励。我简单算了一下，其实各家的收益率都不是特别的高，比如 Idina、ETHFi 还有这个 Stake 都不是很高。存款的用户可能都是在赌 Bera 券之后会不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回溯性空投。
如果你也是想去赌这个概率的话，那你就得从这些合作伙伴当中进行选择。大部分的合作伙伴存款之后，资金会被锁定，要等到 Beta Chain 主网上线后的3个月才可以领取。被锁定资金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如果你真的很想参加，据我个人目前的了解，可能 Stexon 这条路子是比较好的，因为他们有2级市场，你随时可以卖掉来退出，并且像我刚刚说的 ，Stexon 和 Morpho 谈好了，可以抵押借贷，保留分数的同时后，可以解放我们的以太币，鱼与熊掌都可以兼得的一个策略。只不过你需要付出8%的利息。考虑到 Stexon 有2级市场，可以随时退出，并且和 Morpho 合作了，可以进行抵押借贷。目前判断下来，Stexon 可能是当下参与 Beta Chain Boycott 预存款活动相对好的一个途径。最后的最后来说一些自己的个人感受。首先，我们很喜欢 Beta Chain 这条公链背后的文化，还有背后的团队，因为本身是 DeFi OG 做的一条公链，整个代币经济的设计有很浓烈的 DeFi 的色彩。可能因为他们之前是 Olympus DAO 的成员，然后所以他们做出了这一条我觉得还挺令人很期待的公链。但是他们这一次推出的预存款活动 Boycott 活动呢，坦白讲，我觉得有一点让我觉得审美疲劳。这一次的这个存款活动，我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有新意的地方，就是找了很多不同的项目方，然后我们说，我们一起来合作吧，我们让大家一起把比特币、以太币存款进去，锁定进去。但是现在这段时间，预存款当中锁定了这么多的资金，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作用？实际上是没有的，就是至少我观察是没有的。所以这个预存款的活动对我而言，我觉得有一点是为了商业利益而去做的妥协。于我而言呢，这个存款活动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如果你们本身是超级低风险的大户巨金，你们想要找一个可以很安全去存放你的以太币跟比特币的地方，那我个人觉得基于 Beta Chain 以及 Stexon 等这些合作方他们本身的信誉以及他们的资金体量，把它存进去应该不会带来特别大的资安风险。你要低风险，肯定就不能获得特别大的回报。这世界没有既要又要。听了这么多，你们觉得 Beta Chain 这一次推行 Boycott 的预存款活动值得参加吗？现在已经锁进13亿美金咯。通过哪一些项目你觉得可以更加安全或者更高收益的参与？可以在评论区当中发表你们的看法。我是 CH， 希望这期视频对你们有一丢丢的帮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